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啊！今天呢，咱们来一起聊一聊幽兰子的 ST30。咱们好久没给大家聊幽兰子这个手机夹了，因为手机夹在设计上想要再有重大突破的话，其实现在应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即便如此啊，ST 系列依然是做到了这个30的序列。你在咱们频道里搜一下 ST，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手机夹的设计。应该说每一款都有它这个非常独特的设计的魅力。但是 ST30这次应该说，在很多的设计的细节上，应该说将手机夹的设计再次带到了新的高度。那 ST30它叫 Phone Clip and Flip Mirror， 它是把这个反光镜和手机夹做到了2合一。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考虑到目前绝大部分的手机啊，它的堆料会把最好的传感器、最好的光学放在主摄上，而主摄通常是在手机背面的。那如何最大化的去发挥这颗主摄的影像的能力？尤其是在自拍的时候，能不能还进行主摄去拍自己？幽兰子在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就是为了解决在自拍的时候，那么能不能用主摄去自拍的同时，还能够看到这个实时取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手机夹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伸出了一个反光镜，而这个反光镜恰恰就可以把屏幕的这个影像反射过来，让我们在用主摄自拍的时候，同时还可以看到基本的构图。不仅如此，这个手机夹的设计的细节上，应该说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设计的考量。所以咱们今天视频里面，不光给大家讲功能，还有更多的叫品味这里面这种不为人知的设计的细节。它的一些介绍，带冷靴，带1/4螺丝。那么夹取的管径呢是60到90毫米，那么可以兼容市面上绝大部分的这个手机的宽度。那换算成英尺的话，就是这个2.36到3.54 inch。ST30啊是一个全金属的手机夹，实际上如果你把它归为钢铁侠这类里面的，我个人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全金属设计的一个手机夹。不同的在于呢，这次呢是要把反光镜这个设计，这个反光镜大家如果是开这个电瓶车的话，大家应该见过类似的设计啊。那这个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带弧面的一个反光镜的设计。这个反光镜呢可以扩大这个我们观看的视野，同时呢还可以尽量的去减少这个畸变。我们先看看这手机夹的基本设计啊。手机夹的话，这里硅胶保护手机杯盖，因为现在很多手机是双面盖板玻璃的，上下硅胶保护整个的手机的边框，并且这两个硅胶大家看预留一些位置，就是为了去避让按键的，所以它不会误触按键。另外底部带一个1/4螺丝孔，那么这里2颗螺杆，利用这个伸缩的方式呢，这是利用螺杆加弹簧的方式进行夹取，整个的夹取的宽度60到90毫米。上面呢就把增加了一个转轴的系统，那个转轴啊实际上是靠一个圆头的6角螺丝插进去进行这个锁紧之后得到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也很简单。阻尼感可以通过这颗螺丝的松紧去调节，当然没有随附工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再调这颗螺丝1、2、3，这3颗螺丝都是一样的规格，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调节。这个荔枝皮看到了吗？这个很漂亮，荔枝皮。第一开始我没有理解为什么要在这里放一块荔枝皮，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实际上你发现这个手机夹，当我们长期使用的时候，想收纳的最小的这个程度，那就是这样一个程度，而这个程度下，这个镜片刚好就碰在这个荔枝皮上，这样的话就很好的保护了这个镜面，尽可能减少它的这个磨损。如果是剪到金属上，那多几次它可能就碰断了。当然你要知道这个反光镜啊，每一个反光镜用时间长了都会沾染指纹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眼镜一样，每次用之前最好还是擦一擦。那这样的话就让它永葆青春。另外这个背面呢是这个，另外这背面是硅胶，就是手感也很好，所以它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呢，也很优雅。应该说 ST30的 logo 是在这侧标注的，那只不过这个 logo 的这个字体稍微略显敷衍了一些。就是如果能够用幽兰子同样的这个字体的话，我个人觉得会更有设计感一些。当你连接上真实手机之后，你会发现呢，这里面呢还是有很多细节的。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你可能是用不好的。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我把我的这个小米手机拿出来，就是你看似它的功能好像我们已经讲透了，但实际上你想把它用好是有很多技巧的。来看这样去装，当我们打开手机的这个摄像头的时候，然后我们在这个方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通过我们调节合适的位置，实际上现在就能够看到，目前我取景屏里的画面了。那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辅助完成构图的一个基本的方式和方法，看到了吗？当然你要知道啊，就是它会有一定的形变的，就是它一定会有形变的，因为它整个的是一个反光镜，
就是如果说你想做到尽可能小的形变，那你就需要让这个反光镜啊尽可能的去贴合上手机的轮廓，也就是说这个金属的导管最好是能够直接碰到边框，这样的话是一个最好的视角。然后你通过调节这个反光镜，那看到我们目前取景的画面，那这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再接下来的话呢，建议大家是用一个蓝牙遥控啊。如果是用手机的话，你可以看到你想去触摸这个快门键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训练的，否则的话呢是比较难触摸的，而且触摸的一瞬间呢会影响你的这些构图。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最好是结合一个蓝牙的遥控器，然后结合自拍杆。那这些幽蓝子实际上是有现成的解决方案的，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所以呢，把 ST30 用好，一方面呢要注意这个反光镜的这个反光的角度，那么再一个呢是要注意尽可能的使用无线遥控或者是声控的方式，或者是笑脸，这都会对你的拍摄非常有帮助。另外呢，就是对于手机的摆放，大家看，虽然我下意识的第一次采用这个方式进行摆放，但这个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反光镜的位置，大家看和你夹取手机的地方是相关的。那如果你把它向中间移的话，你一定要让这个反光镜啊尽可能看到你的取景屏。你像我的这个手机，它的这个手机的 app 呢，它显示的部分在这块儿，所以呢，你要尽量的让这个夹取的位置在你手机实际视野的中间，这样它是一个最好的视角。然后你再用这个反光镜去看，才能看到一个近乎于全部都是画面的，看到了吗？才能看到一个近乎于全部都是画面的一个影像，这个才能真正的帮助你去做好构图。而且这个时候你需要注意，一定要非常注意，它不要和手机的摄像头之间有干涉。当然，手机摄像头越高，那么对于你拍摄自己是越有利的。但是对于小米12来说的话，我建议大家最好还是这个方向去安装，这个方向去安装是最好的。来，我们看看，在这个方向去安装的话，我们把它对准到中间，到这个拍照。当然，录像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手机的这个有效画面会变大，看到了吗？这个根据大家手机的不同啊，自己去选择。那么这样去选择，应该说是能够最好的去避让开这几个主摄的所有的其他摄像头。而且这个时候呢，去看那个取景画面的时候，应该说现在的视野是最宽广的。所以这些使用技巧啊，是你单看手机的使用说明是完全了解不到的，因为这些设计的细节，只有你当真正的上手这个产品之后，你才意识到原来这些细节它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关心的。但这并不妨碍 ST30 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带反光镜的手机夹，因为它可以真正的去解锁我们手机主摄的所有的这个使用场景。那么尤其是解决了当我们看不到预览画面的时候，用主摄进行 vlog 自拍。因为现在手机很多都配接近1英寸的大底，那直接原生的相机加自动对焦拍背景虚化，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甚至是你可以拍一些 8K 的 vlog。现在手机的整个的防抖能力也非常好，那么这些能力绝大部分都给到了主摄，所以呢，这样一个手机夹可以帮助你把主摄的影像能力去应用在你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拍摄的题材里面，尤其是做这个 vlog 自拍。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关于 ST30的所有介绍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3连。咱们下期视频再见。